在现代都市生活中，蔬菜是我们日常饮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然而，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，农药的使用也变得普遍。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主要来自其化学成分，长期摄取可能导致慢性中毒，尤其是对于儿童、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更为危险。这些农药可能在人体内累积，对神经系统、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造成损害。因此，我们迫切需要找到农药残留最多的蔬菜，以便有针对性地调整我们的饮食习惯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乐活人生100，这是一个专门讨论生活和健康相关话题的频道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保健的知识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支持与鼓励。那影片开始了。在众多蔬菜中，有些种类因为生长环境或结构特点容易残留农药。根据专业研究，我们整理出了农药残留最多的5种蔬菜，它们分别是辣椒，不合格率 20.7%， 豌豆，不合格率 17.3%， 包心芥菜，不合格率 16.7%， 萝卜，不合格率 14.4%， 花椰菜，不合格率 13.2%。 至于为何这些蔬菜容易残留农药，有以下几个可能的原因。农药被直接施用在农作物上面或是农作物生长的地方，因此农作物无可避免的会与农药接触，而接触后多少会残留农药在上面。农作物需要让农药在田地里或是在农作物上维持一定的有效药量，才能持续保护作物的作用。所以在农作物收获前，农药一定要维持基本的量。有些作物的采收期和生长期同时并存，例如四季豆、小黄瓜、甜椒等。若此时为确保刚开花的部分植株不会受病虫害滋生而持续喷洒农药，便会导致可采收的部分作物容易出现农药残留或超标的问题。但请注意，只要农民有遵守使用合法农药与安全采收期，其实不用太过担心。在各个农药规定的安全采收期后所采收的农作物，只要仔细清洗，就能让全家人吃得安心又健康。农药残留一直是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的焦点。农药残留可能对人体造成多种影响。短期影响，接触高剂量的农药可能会导致头痛、恶心等症状。慢性影响，长期接触低剂量的农药可能会导致癌症、生殖系统问题、肥胖、糖尿病和内分泌干扰等疾病。对特定群体的影响，儿童和发育中的生物对农药的影响特别敏感。有研究显示，生活在使用大量有机磷或其他农药的农产地周边的儿童，其学习能力和短期记忆能力可能较低。对环境的影响，农药可能会影响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和族群。这些微生物有助于土壤中植物营养盐的转换和有毒物质的降解，增进土壤肥力，协助植物吸收营养及增加植物抗病和抗旱能力。然而，农药也是保护植物、提高农产品产量与发展农业必须的资材。因此，如何在保护作物和保护人体健康之间取得平衡，是一个重要的议题。在使用农药时，应遵循安全使用的规定，并尽量减少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。面对农药残留的问题，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采取，以降低蔬菜中农药残留的风险。适当清洗，透过流动的水边冲边浸泡，这样不但能清洗蔬菜上的泥沙，也可以冲掉残留的农药。不同的蔬菜种类也有不同的清洗方式，例如叶菜类可以先切除根部，再将每片撕下清洗凹面处。高丽菜、大白菜等包叶菜类则是先去除外叶，并让每片叶子剥离，以流动清水一片一片冲洗。选择当季蔬果，因为非当季之蔬果可能会使用较多的农药去种植。选择有标章的产品，选择具有产销履历标章或是集园谱的农产品，以优良农业操作规范种植的蔬果，不但品质良好，更有公开的生产资讯。均衡饮食摄取，分散风险，减少同类型农药累积。适当加热烹调，农药容易因受热而分解。适当加热烹调也是降低农药残留的好方法。
在饮食中选择农药残留最少的蔬菜，不仅是维护我们健康的重要一环，更是对自然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。透过对这些蔬菜的选择，我们不仅可以减少摄入有害物质的风险，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更环保和健康的农业体系。农药残留最少的5种蔬菜是哪些？苋菜。苋菜的营养价值很高，除了一般蔬菜都有的丰富膳食纤维，最大长处就是高铁兼高钙，在蔬菜界里可说名列前茅。每一份白苋菜生重约100公克，煮熟后大约是半碗的量，就含有300毫克的钙，比起一杯牛奶约240cc 的275毫克，单看账面数字毫不逊色。而红苋菜钙含量又比白苋菜来得更高。结球莴苣。美生菜。结球莴苣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C、贝塔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E 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如钾、钙等。结球莴苣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有助于促进肠胃道蠕动，改善便秘。每100公克的结球莴苣只有12大卡，适合想要控制热量摄取的人食用。结球莴苣的抗氧化特性有助于预防癌症，增强免疫系统健康。龙须菜。龙须菜的营养价值也很高，每100克龙须菜热量只有17卡路里，且膳食纤维含量颇丰富，有1.9克。玉米笋。每100公克的玉米笋热量仅有31大卡，玉米笋还富含多项营养成分，包括钾、铁、硒、维生素 B1、B2、B6、C 及 E、贝塔、胡萝卜素、蛋白质、脂肪、叶酸、膳食纤维等。竹笋。每100公克的竹笋只有22大卡，低热量，适合想要控制热量摄取的人食用。每100公克的竹笋含有1.7公克的膳食纤维，有助于促进肠胃道蠕动，改善便秘。竹笋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、B2、B6、C 以及钾、钙、镁、磷等矿物质，这些营养素对于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非常重要。有机蔬菜因其种植方法的特殊性，通常相对较少受到农药的使用。有机农业采用更自然的方式来维持农田生态平衡，例如利用天然肥料和天敌来控制害虫。选择有机蔬菜不仅能够降低农药残留风险，同时也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。为了在日常饮食中更多的选择农药残留较少的蔬菜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。首先，尝试在购物清单中增加这些蔬菜的分量，并有意识地挑选有机产品。其次，适时了解当地蔬菜的季节性特点，以便选购时更容易获得新鲜、营养丰富的蔬菜。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如果您喜欢今天这个主题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与我一同探索更多关于美食和健康的精彩内容。